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说我选择出去打工的话，我感觉我应该，要是说想让我爸爸妈妈过得好一点，肯定会很难。贫穷，这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忽视的事情。那么，贫穷真的是永久性的吗？我们是否可以打破它？只要看穿那些关于贫穷的种种流毒甚广的谬论，我们就能朝着一个伟大的目标更进一步，让所有人活得有尊严。想要对贫困视而不见，还真得费点劲。放眼当今世界，明明经济一直在发展，财富也以前所未有的积累，可咱们身边穷人却无处不在。哪个社区没穷人？他们甚至住在那些巨富之家的隔壁，或者就像寄生虫一样，干脆就住在他们家里。贫困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好像那些穷苦人天生就该存在似的。但话说回来，难道就因为穷人一直存在，咱们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贫困的持续存在吗？难道就没别的招，就不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所以很多社会学家都在研究如何打破贫穷，制定种种方案，直击贫困的病根，力求彻底铲除这顽疾。贫困通常被定义为缺乏维持社会认可的体面生活的资源。然而，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时代，社会认可的体面生活水平可能高，也可能低，这会直接影响到对贫困的评估。各国政府还常常会玩弄贫困线的数字游戏，以此来粉饰太平，让自己的政绩看起来更漂亮。世界银行和一些机构倒是制定了一些通用的贫困线标准，根据贫困程度的不同，设定了不同的门槛。比如，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属于极端贫困；3.65和6.85美元也属于贫困范畴。甚至在美国，每天15美元都属于贫困户。极端贫困的状况虽然有所缓解，但如果采用更高、更贴近现实的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的数字就会迅速攀升。2019年，地球上有1/4的人口，将近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3.65美元，几乎一半的人口，高达47%，每天的生活费不足6.85美元。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获得，比如健康的食物、干净的饮用水，还有清洁的炉灶等等。与此同时，巨额财富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地球上最富有的8个人竟然掌握着相当于全球底层40亿人口的财富总和，这个事实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脑子都快转不过弯了。打个比方嘛，就好比把整个美国的人口3.35亿美国人全都硬塞进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市，而剩下的整个国家却被仅仅8个人给霸占了。如此惊人的贫富差距，大家都知道它会像腐蚀剂一样一点点侵蚀、摧毁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柱——民主机会、公正，甚至社会本身的和谐与安宁。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在巨额财富的映衬下，巨大的贫困依旧触目惊心。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注意力，当权者们总是鼓吹经济增长，声称只要蛋糕做大了，哪怕是最小的一块也能跟着变大。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增长才能真正消除贫困？而这又将以人民和地球付出怎样的代价为代价呢？乍一听，他们的逻辑似乎挺有道理。如果问题是食物、收入或医疗保健不足，那么增加供应量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然而贫困这玩意可没这么简单，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正越来越不成比例地涌向那些早已富得流油的人，而且往往是以牺牲那些最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甚至常常自相矛盾。有时它能缓解贫困，但更多时候它却在加剧排斥、不平等和环境恶化。这种悖论引出了既棘手又紧迫的问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究竟是能消除贫困，还是会让贫困永久持续下去呢？究竟需要多大规模的增长
又需要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才能真正根除贫困？而这又将以人类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付出怎样的代价？要理解这些问题，就不能仅仅把贫困看作是资源匮乏那么简单，而要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一种被排斥在工作、健康、尊严、自主生活以及健康环境之外的困境。要深入剖析这些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很多的社会经验与观察。一位叫 Anna Ruth Krishna 的社会科学家，他几十年来一直与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印度、孟加拉国牙、买加秘鲁和美国等地的本土调查团队合作，致力于深入了解贫困社区的真实生活体验。另一位 Dirk Phillipson 则是位政治经济学家，他积极投身于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力求重塑经济学思维，将人类与地球的共同福祉置于核心地位。我们都逐渐认识到，正是两种相互交织的力量，制造不确定性的力量以及构筑壁垒、强制排斥的力量共同作用，才将人们牢牢困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然而，在重新审视贫困的真正含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揭露那些流毒、甚广、扭曲贫困真相的种种谬论。关于贫困，第一个最常见的谬论就是贫困自古就有，而且永远都会存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大约前20万年，或者说95%的时间里，科技水平和物质财富都相对落后。但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通常也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重要的是，虽然人类在所谓的文明出现之前和之后都经历过各种困难，但现有证据表明，各大洲的早期原住民文化既没有经历过，也根本无法理解贫困这种概念。贫困的出现恰恰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产物，它导致了社会排斥，并限制了人们获取地球资源的途径。而当金钱变成获取基本生活物资和服务的首要前提时，这种排斥现象就更加恶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直接获取食物、住所、信任以及其他重要资源的权利，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依赖金钱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和愿望。财产既能让拥有它的人如虎添翼、富上加富，也同样会排斥和抵触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要知道，人类本是生于这颗星球的无尽馈赠之中的。从古代史到21世纪的各种记载，都在诉说着人们因他人的贪婪而陷入贫困的故事。在英国17至20世纪的圈地运动，将公共土地私有化，使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而在大西洋彼岸，被奴役的非洲人遭到无情的连根拔起，他们的劳动力在残酷的条件下被榨取，以此来助燃殖民帝国的财富引擎。与此同时，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原住民则遭受了种族灭绝式的战争，被强行驱逐，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也被殖民列强无情的剥夺。在每一段土地掠夺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选择，由政府、企业和精英阶层做出的选择，那就是将权力与利润置于人民和地球之上。伍迪·哥斯里的歌词一语中的：有人用6响枪抢劫你，有人用钢笔抢劫你。如果他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或许还会补充一句：还有人会用键盘在你脸上滚来滚去。掠夺性贷款、金融操纵以及跨国公司不受约束的权利，仍在不断加剧着全球的不平等。在南半球，外国投资者取代了小农户，这样的掠夺行径与几个世纪前的圈地运动如出一辙，历史仿佛在重演。无论最初的剥夺是通过战争、盗窃、种族灭绝、法令还是所谓的法律而发生的，但这绝非人类真正的出发点，恰恰相反，人类本就诞生于我们星球所慷慨馈赠的无尽财富之中。这是这自然财富的源泉首先被瓜分、被圈占、被编纂成法典、被私有化、被许可化。
然后那些没有分到红利的人才沦为了所谓的穷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陶尼在1913年所总结的那样，有思想的人所说的贫困问题，有思想的穷人却称之为财富问题。所以贫困注定会永远与我们相伴吗？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取决于我们如何去改变那些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条件。贫困绝非一种天然状态，而是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关于贫困，第二个常见的谬论就是贫困仅仅是因为缺钱。现代社会自从财富积累成为社会运转的逻辑之后，我们人类的集体旅程才变得似乎一切都只关乎金钱和资本了。对于那些开着跑车的人，大部分人的眼里充满了羡慕和憧憬；而对于那些开着破车、蹬着三轮车或者干脆步行的人，我们则表现出怜悯、漠视或援助。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大多数人都本能地认为，把所有人提升到某个标准才是首要目标。当然，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在一旁发出警告，提醒我们：用来铺路的土地、用来污染的空气和水，以及用来剥削的人类都是有限的，终将耗尽。然而，大多数人依然忙着跟上时代洪流的步伐，急切地想要超越所有挡路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路段的高速公路，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路段，会提供更完善的安全保障，比如限速规定、防护栏以及更优质的紧急救援服务。另一些路段俨然如同19世纪漫画里描绘的北美狂野西部一般，赤脚的旅人们要么被挤到路旁，要么就被直接无视，甚至被车辆碾压。然而，无论是像哥斯达黎加那样高速公路相对安全平稳的延伸，还是像尼日利亚那样混乱而危险的蔓延，又或是像在中国那样以高度集中的效率进行疏导和管控，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方向却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则。即使是一位来自其他宇宙的观察者，也定会注意到这场全球竞逐中某些令人费解的特点。人们似乎永远都处于一种疯狂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场旅程的意义和终点却从未被认真探讨。社会上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假象，那就是更多就一定意味着更好，但这实际上是一条通往死路的高速路。贫困根源在于人们被剥夺了获取社会和地球所蕴藏的丰富资源的机会。归根结底，贫困的本质绝不能仅仅用金钱价值来衡量。如果贫困真的只是缺钱那么简单，那么消除贫困岂不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像转移资金一样简单？但事实是，贫困是一张由各种匮乏交织而成的大网，它远远超出了一个人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正因如此，一些更为细致的衡量标准，比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才会力求捕捉贫困的多重维度，将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要素与收入并列纳入考量。然而，即便如此，这些衡量方法仍然不足以充分展现贫困是如何剥夺个人和群体的力量的。贫困是如何剥夺他们的机会，夺走他们的自主性，又是如何压制他们的潜能的。很多人就想问，贫穷为啥这么难缠？可不是光因为大家伙兜里没几个钱，更要命的是，那些威胁老百姓安稳日子的风险一直没人管没人问，就那么野蛮生长着。而那些能让人过上好日子的路子，又被人为的堵得死死的。所以你光想着简单粗暴地给穷人发点钱，那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真想要拔掉穷根，就得狠狠地抓住那些让人匮乏的根源问题，下手解决。要说这第三个关于贫穷的误解，那就是贫穷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你听听关于有钱人和穷人的那些老掉牙的说法，像什么人就该发财，穷人就是不够努力这种论调，是不是特耳熟？走到哪都能听见。说白了，这种话简直就是不动脑子的胡说八道，完全没证据也没道理。但咱们得搞清楚真相是啥呢？可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大堆错综复杂的因素，从社会上那些制度性的不公平到整个经济运行的框架，这些东西才真正决定了社会财富是怎么分配的，也决定了谁会穷谁会富。
所以说，那些空洞的个人奋斗的漂亮话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一切。就拿这出生说事吧，就琢磨琢磨这个理。咱们就设想一下，有个8岁的小姑娘，来咱们一块过她这投胎和人生的各种剧本。要是她咔一下投胎到了芬兰，那8成她爹妈就能把她送进顶尖的好学校，全民医保那也是妥妥的。按全球标准来说，她这一辈子那可真是安全又舒坦，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前途也是一片光明，职业机会多的是。环球旅行说走就走，活到80多岁那都是小意思。可要是他倒霉催的光一下掉到了阿富汗那个旮旯，那可就惨了。优质教育想都别想，靠谱的医生，设备齐全的医院，那更是影子都见不着。他每天的日子不是小心翼翼地躲着地雷，就是提防着那些凶神恶煞的警察。往后的人生，那基本就只能彻底依附别人，想靠自己改变命运，那机会简直比中彩票还难。能活到60岁，就算他祖上烧高香了。这国家跟国家之间是这样，国家内部也一样。这出生这玩意，真是从根上决定了人一辈子的机会。你说可怕不可怕？就拿美国来说吧，那社会福利资源的差距，真叫一个天壤之别，你都想象不到。要说这人一辈子的机会，在美国还真就不是什么别的，就看你家住在哪个邮政编码区。这邮编它比啥都管用，好的邮编，那学好质量杠杠的社区治安，那是没得说，工作机会也是遍地开花。可你要是倒霉催的，出生在那些鸟不拉屎的乡下地方，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学校、诊所啥的质量都差一大截，电也经常停，路也破破烂烂的，网速更是慢得像蜗牛爬。跟那些大城市里的人比起来，乡下孩子那简直就是天生就背着一身劣势。不光美国这样，放眼全世界都差不多。城乡差距、地区差异，那真是影响人一辈子的事。而且我们都知道，社会越不公平，那特权这玩意就越容易一代一代往下传，而且还传得特别明目张胆，毫不遮掩。所以说，这贫穷要是人为造成的，那也是社会这个大环境做的孽，可真赖不到普通老百姓个人头上。一般人还真背不起这锅。不管是那个在芬兰的8岁女孩，还是在阿富汗的那个小可怜，无论是旧金山富人区 Presidio Heights 的千金小姐，还是底特律贫民窟 Riverdale 的灰姑娘，他们谁都不该，谁都不配遭受这样的命运。这可不是他们自己选的，就像每个人没法挑自己的爹妈一样，他们也没法决定自己人生的剧本。说句公道话，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变穷，或者一直穷下去，真不是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恰恰相反，这贫穷它就像一条早就铺好的路，你就得乖乖地沿着它走下去。你要是真去好了解那些被迫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你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就算他们再怎么拼死拼活地干，就算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占谁的便宜，可还是有各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跟他们作对。而那种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生活，几乎总能把个人的那些优点和努力都给压垮。你说这公平吗？那我说，这贫穷它要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也绝对是整个社会这个大机器在作祟，跟咱们任何一个老百姓个人那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正作恶的是那些僵化的制度和腐败的官僚，他们就像一张张无形的大网，死死地困住了那些老百姓，让他们想爬都爬不出来。这些制度一边是拼命地放大各种风险，让你防不胜防，另一边呢却抠抠搜搜，死活不肯给老百姓提供哪怕一丁点往上爬的机会。就这样，这些社会结构就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脆弱性，让社会不平等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就搞得个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从这贫穷的魔爪里逃出来，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咱们好好捋一捋，要是说这贫穷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更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数字或者金钱来衡量，而且还不是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它到底是个啥玩意呢？到底是什么让人变成穷人或者变成有钱人呢？咱们又到底该咋办才能彻底摆脱这穷病呢？
哎，你别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那还真不是一般的难。这贫穷，它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活生生的体验，它就是那种让人感到绝望的社会现实。你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根本没法满足。但是呢，这贫穷它又不是个泾渭分明的东西，你没法简单粗暴地把人分成穷人、勉强糊口的人和不穷的人这三种。它不像是黑白分明那样一条线划开，一边黑一边白。贫穷它更像是一道道灰色的渐变带，从浅灰到深灰，慢慢过渡，模糊不清。想要真真切切地看清贫穷的真面目，你可不能光看一张照片，还得看一部电影才行。为啥呢？因为贫穷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在不停地流动的。你看，虽然说有几亿人一辈子都陷在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赤贫状态里，但还有可能同样多的人是在贫困线上来回晃悠。今天脱贫，明天又返贫，这进进出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那些倒霉事。你说这倒霉事，那花样可就多了去了。孩子生个病，光是看病吃药就得掏个家底，还得请假耽误挣钱。单位突然倒闭了，工作说没就没了，租的房子说赶你走就赶你走，家里要是有个亲人去世，那更是雪上加霜。再遇上的旱灾、水灾、抢劫小偷，或者摊上个官司啥的，对于那些穷人，还有那些半穷不穷的人来说，随便碰上那一样，那都够他们喝一壶的，直接就能把他们彻底击垮。还有好多人，他们就活在那种不上不下的中间状态里，感觉就像是走在悬崖边上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这群人数量庞大，存在感爆棚。再说那些平时被划成中产阶级的人，你以为他们就稳的吗？其实他们也天天活在贫穷的阴影里，丢掉一份工作，生一场大病，甚至只是不小心绊一跤，都有可能让他们一下子就没法养家糊口，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你说这日子过得能让人安心吗？这贫穷最核心、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那变幻莫测的本性。你想，这边是不少曾经的穷人，好不容易爬出了泥潭，那边呢，就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街坊，又有另一些人扑通一声又掉了进去。你再看看那些现在正受穷的人，里面竟然有将近2/3，他们可不是天生就穷，而是后来才沦落成长期贫困的。放眼咱们这个世界，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贫穷它就跟幽灵一样，都在暗处伺机而动，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你一口，简直就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真正想要彻底消除贫困，其实根本用不着啥惊天动地的不得了的招数，他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大白话常识，就这么简单。要说既有效减贫，它可不是啥一锤子买卖，光靠一招鲜那肯定是不灵的。它真正需要的是得精心策划、系统推进，搞出一套环环相扣、越来越复杂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行。其实早就有大学问家看明白了，光拿个人收入或者个人财富来衡量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那根本就是挂一漏万片，面得很。你想想看，咱们这个人财富，它之所以能值钱能有用，说到底还不是得靠更强大的公共福利在背后撑腰。还是拿高速公路那个例子来说吧，就算你开的是顶级的跑车，那又咋样？要是这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大窟窿，或者是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再不然就是没人管没人问，强盗小偷、横行霸道、腐败官员、敲诈勒索，在这种烂路上，不管你多么顶级的跑车，照样寸步难行。这个道理可不仅仅局限于交通，你想想一个人的幸福安康，那可是跟整个社会的福祉紧紧的绑在一起的。你得有安全可靠的公共场所，你得有靠谱的医疗保障，你得喝上放心水，吃上放心食品，你得有个运转正常的经济大环境，你得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素质，你还得有个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更重要的还得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你想想，要是没了这些公共福利做保障，你那些私人财富再多又有啥用呢？顶多就是空中楼阁，看着好看，中看不中用。所以说，要想真正有效的减少贫困
很大程度上就得靠大力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还有健全完善公共机构，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之道。说句实在话，它就是个循序渐进的活，得讲究个短中长期结合，分阶段有步骤的往前推进。就拿着短期来说吧，头等大事就得放在预防贫困上头。你想要真想把那些已经掉进贫困深渊的老百姓从水深火热里捞出来，再给他们夯实一块稍微稳当点的地基，让他们能安心盖房子，展望未来，那整个社会就得主动承担起责任，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的日子少点提心吊胆，多点稳稳当当。说到这有3种风险，咱们可得好好盘道一下。这头一个也是最要命的风险源头，就藏在穷人融入全球经济的方式里头。